为什么一直到今天，中国人大多还是冷漠、缺乏同情心？中国人为什么对女人、儿童和弱者这么的残忍？为什么说基督教的仁慈之心，也许是中国文化的升华之道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中国人的性格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缺乏同情这个部分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缺乏同情，我们已经考察了中国人的慈善活动。仁慈是一种善良的天性，同情也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上。我们姑且认为，中国人的确做了一些慈善事业。下面所要阐明的是，中国人明显缺乏同情心。我们要时刻牢记，中国人口众多，各地会定期发大水或闹饥荒。很多国家的事实都表明，社会条件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，但在中国似乎不怎么灵验。传宗接代是中国人的首要愿望，最穷的人家也要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给儿子娶媳妇儿，随后这些孩子又生出一大堆孩子，就好像他们生活有保障一样。还由于一些其他原因，结果使得中国人的生活简直就是干活吃饭，吃饭干活，几乎就像一个短工，这已经难以避免。如果一个外国人不能马上意识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缺钱，他就不可能长期和中国人相处。事情一开始做，他们就要钱，因为他们一无所有，给了钱，做事的人才有饭吃。即使是小康人家，急需用钱的时候，也很难筹集到起码的数目。中国有个意味深长的说法，用以形容办丧事、打官司时被迫借钱的窘状，过贱年。就是说，好像一个饥饿的人不顾一切地寻求帮助。除了境况较好的人家外，谁都不可以指望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立操办这类事情。令人绝望的贫穷是帝国最突出的现实，它使得人与人之间明显变得冷漠。在物质匮乏的压力下，人们已经形成一些固定的习惯，即使是直接的生活需求不再紧迫时，他们仍保持艰苦的生活水平。中国的生活就像一个椭圆，钱和粮是它的两个圆心，一切社会生活都围绕着它们旋转。帝国民众的极度贫困，他们为生活所需而进行的长期艰苦的抗争，以及在各种难以想象的条件下所遭受的令人同情的苦难，都是世人皆知的。中国人的慈善行为，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，也都只不过是想从令人绝望的痛苦中解脱出来，哪怕是1/1000那么一点点。这些苦难一直沉重地压迫着他们，要是遇到灾荒年头，还不知道要遭多少倍呢。中国的有识之士应该意识到，他们那些缓和痛苦的办法是彻底行不通的。无论是靠个人的慈悲，还是靠政府的干预，即使做得再好，也只能改善表面的症状，对于根除疾病完全无效。就像发冰块给伤寒病人一样，每个人就这么多，没有医院，没有饮食，没有药物，没有护理。因此一点也不奇怪，中国人没有变得更慈善，而且在全然缺乏制度、预见和管理的情况下，一直保持行善的习惯。我们都清楚，即使一个有教养的人，长期面对既无法阻止又无力帮助解决的灾难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？现代的战争就是一个明证。第一次看见血，会精神紧张，产生难以消除的印象，但它很快就消失了，人也变得麻木了。对有经验的人来说，对血的恐惧一生只有一次。中国经常发生战争，人们对战争的结果也早已习以为常。对残疾人的态度也能说明中国人缺乏同情。中国人一般认为，呆子、瞎子，尤其是独眼龙、聋子、秃子、斗鸡眼等等，都应该避而远之。似乎生理上有缺陷，道德上也一定有缺陷。据我们观察，人们不会对这些人冷酷无情，但总是缺少同情。就像古犹太人认为，这些人肯定暗中犯了罪，因此才遭受到这样的惩罚。相反，西方人会对这种人产生发自内心的同情，
一个不幸残疾的人，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，不能忍耐嘲讽就不能活下去。对他最温和的方式是描述他的缺陷，以引起众人的注意。药铺的伙计会对一个病人说：麻子老兄，你是哪村的？一个斜眼人听到斜眼心歪也不足为奇。假如是个秃子，就会听到10个秃子有9个是骗子，最后一个如果不哑巴也一样。这些不幸的人终生都必须逆来顺受，只有当他听到常年不断的嘲弄而不再发怒时，才能够安于生活。对精神有问题的人，中国人同样坦率的过分。旁观者会说，这孩子是个笨蛋，可实际上他也许并不笨。不断地重复说他不长脑子，很容易摧残他还没有发育完全的智力。以这种方式对待精神病患者或其他病人也十分普遍。也许恰恰就是这种方式导致了疾病的产生，并使之更为严重。他们所有的毛病、生活的细节成了公众的谈资，而他们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完全习惯于被称为疯子、250、蠢货等等。在这里加一句，一直到今天，很多中国人还没有学会从心底里尊重他们。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在一个重视生男孩的民族中，因为没有孩子而遭到谴责与嘲笑，一点也不奇怪。就像圣经中希伯来的士师与先知撒母耳的母亲，为了激怒他，仇敌触动了他的痛处。不管有意无意，一个母亲悄悄地闷死了他的一个孩子，人们对此并不大惊小怪，那一定是个女孩。婚礼中新娘的遭遇也是中国人缺乏同情的典型例证。新娘一般都很年幼，也很害羞胆怯，突然置身于那么多陌生人当中，难免感到恐惧。尽管各地风俗差别很大，但都任凭众人盯着这些可怜的孩子，完全漠视他们此刻的心情。有的地方，人们可以随意拉开轿帘盯着新娘看；还有的地方，新娘会成为尚未出嫁的姑娘们取乐的对象。他们站在新娘经过的道旁，搭把搭把地向她头上撒草籽或谷糠。新娘的头发是费了好长时间仔细油过的，这些东西会牢牢地粘在上面。在公婆门前，新娘一下轿子，就立刻成了人们品评的对象，仿佛一匹刚买来的马。此时此刻，新娘的心情当然是不难想象的。在这里加一句，当我还非常小时，在小学几年级时，看到周围婚礼中乱糟糟的闹洞房画面，就从心底里感到厌恶。我那时候想，以后我娶妻子，谁敢这样对待我的妻子，我一定和对方翻脸。长大一些后，看到欧美电影里新郎新娘在教堂里举办婚礼的画面，觉得很圣洁很庄重，是我第一次看到就喜欢的氛围。再后来，前些年看到媒体里报道的一些夫妻在房价上涨时期，为了能在买房时节省一些税费，就办理假离婚。婚礼在他们眼里好像没有任何的神圣性。当然，至于因为办了假离婚从而弄假成真的也时有发生。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中国人一方面特别注意细节，另一方面又会做出对别人显然不合时宜的事。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就说过一些失礼的话，可他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。他描述他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，说他感到最惊奇的是，外国人的脸上长满了胡子，像猴子一样。然后他还再三保证说，我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了。老师则会当着学生的面评价学生，靠门的那个最聪明，20岁时就一定会高中，而邻桌的那2个的确是他所见学生中最愚蠢的。这种评价会对学生产生何种影响，从来没人想过。中国人缺乏同情，还表现在他们的大家庭生活方面。尽管各家情况不同，我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，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，他们也不可能幸福，因为缺少感情上的结合。而这一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恰恰是至关重要的。中国人的家庭只是个人组成的团体而已，他们持久稳定地结合在一起，有共同的利益，也有不同的利益。这种家庭在我们看来根本不是家庭，因为家庭成员之间没有同情心。在这里加一句，甚至到今天，在我看来，很多中国男女结婚在一起，也不是真正的因为彼此爱对方，大多也是因为利益而结婚。甚至严格地来讲，
爱情只发生在有独立人格的两个人之间。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在中国，女孩一出生，多多少少总不受欢迎。他们的遭遇中有大量有意义的事例，可以说明中国人缺乏同情。在中国，母亲和女儿共同住在封闭狭窄的小院子里，难免会发生争吵。由于平时很少受到约束，他们便往往恶语相加。中国俗话说，再骂总是亲闺女。对于想了解中国家庭的人，这句话确实很有意味。女儿一旦结婚，除血缘关系，就与娘家没多少关系了。将她的名字从家谱中抹去，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，她不再是我们家的女儿了，而是别人家的媳妇了。但人的天性又促使女儿隔三差五回娘家走亲戚，这也是地方风俗。某些地方，女儿经常回娘家，而且住的时间很长；而另外一些地方，女儿则应尽量少回娘家。如果娘家人全死了，她就几乎再也不回去了。不管这些风俗有多少细微的差异，人们普遍认为，媳妇是婆家人，女儿回娘家，严格来说是出于一种做活的考虑。他们常常带上婆家的一大堆针线活，而娘家的人必须帮她做完，每次还要尽量带上自己的孩子，这样既可以避免自己不在时没人照看，最重要的是，孩子能在姥姥家吃喝花销。对于女儿较多的家庭，频繁的造访会令全家人感到很可怕，简直是一种严重的盘剥。因此，父亲与兄弟常常阻挡女儿回来，母亲却暗中支持。但根据当地风俗，如正月里的某些日子，尤其还有节日，女儿回娘家是不能限制的。女儿回婆家时，就像谚语中讲的贼，从来不会空手而归。她应给婆婆带些礼物，一般是些吃的，但假如忽略了这一点，或者没能办到，婆婆就会演戏似的发一通脾气。女儿嫁到穷人家里，或者后来家道衰落了，假如她有一些结了婚的兄弟，她将会发现，回娘家就仿佛医生说的处理不当，娘家的媳妇儿和已出嫁的女儿之间就会爆发战争，就像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一样，都把家看成自己的领地，把对方看成入侵者。如果媳妇儿在家里足够强大，他们就会像腓力士人那样，对不能通通消失或赶走的仇敌索取贡品。媳妇儿在整个家庭中的地位，严格地说，形同奴仆。找仆人当然要找健壮的、发育良好的，而且还要懂得烹调、烹饪等生活技艺。不论当地人如何谋生，他们总比没有力气和办事能力的孩子要强得多。因此，我们就明白了，为什么一个10岁左右的瘦弱的男孩会要一个健壮丰满的20岁姑娘做媳妇了。婚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姑娘还要尽心尽力照看生天花的小丈夫。天花是一种幼儿病。在这里加一句，这种情况我直到读到这段文字才知道，这样只考虑利益而从不考虑男女双方感情的婚姻，真的太违反人性了。当然，也许中国文化下就很怕培养出人的正常人性。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中国媳妇儿的苦难简直罄竹难书。中国妇女一般结婚很早，她们一生中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受婆婆的绝对控制。由此，人们大概可以想象出，媳妇儿在备受虐待的家庭中遭受了多少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。做父母的，在女儿遭受虐待时，只能对她的婆家表示抗议，或在女儿受虐自杀后索取高昂的送葬费。除此之外，他们完全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。如果丈夫严重伤害甚至杀害了妻子，只要说他对公婆不孝，就可以逍遥法外了。我没有必要重复一遍，年纪轻轻的媳妇儿自杀在中国司空见惯，有些地方各村儿都会接二连三地发生这类事。一位母亲曾责备已出嫁的女儿自杀未遂，你有机会怎么会死不成？痛宰私言。在这里加一句，讲一下我亲身经历的事情。在我初中时，有一次听见我的妈妈在骂我的妹妹，骂得很难听，我就走到他们中间，挡住我妈妈，对她说，妈，你以后不能再骂她了。我妈妈说，怎么，你还想打我不成？
我说我怎么可能打你？她是你亲闺女，你不能再骂她了。确实从那以后，我的妈妈再也没骂过我妹妹。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在几年前的北京敌报上，河南总督偶尔披露了一种情况，不仅父母杀死孩子不需要负法律责任，而且做婆婆的杀死媳妇儿，只需交一笔罚金就行了。在报告的案例中，有一位妇女用香烛烧她的童养媳，用烧红的火钳烙她的双颊，最后又用滚烫的开水把她煮死。这位总督的奏折里还提到了其他类似的例子，其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。这类极端野蛮的行径大概并不多，不过残酷的虐待导致自杀或企图自杀却是常见的。中国有许多妇女嫁给人做妾，她们的生活也十分痛苦，她们生活的家庭极少是幸福的，总是不断发生争吵和公开的打斗。一位在中国住了很久的外国人写道，我所居住的那个城市的长官是个大富翁、大学者、诗人，也很有才干，通晓经典教义，但他任意欺骗、诅咒、搜刮和体罚百姓，以满足自己罪恶的欲念。他的一个妾逃跑了，抓到后被剥光衣服吊在梁上严刑拷打。在中国这样的国家，穷人可不能生病，女人孩子病了，男人根本不把它当做一回事，任其发展，到最后常常都是病入膏肓，因为男人没时间照料他们，有时是因为付不起医药费。我们前面讨论的孝顺观念，把年轻人看得无足轻重，他们的价值只在未来，而不是现在。西方的许多做法在中国常常被反其道而行之。3个旅行者当中，最年轻的要吃苦在前，最年轻的仆人也一律最辛苦。百姓的生活穷困难熬，孩子们经常会因为苛刻的压制而离家出走。在外头，他们一般都能发现生存的希望，因为可以与别人合伙谋生。出逃的原因多种多样，但据观察，最普遍的是因为不堪虐待。我知道一个男孩，最近斑疹伤寒初愈，很想吃东西。这种病人一般都是这样，他觉得家里粗糙的黑窝头实在难以下咽，就跑到街上，非常奢侈地买了大约2毛钱的点心吃了，但因此受到父亲的严厉责骂，于是一气之下跑到东北去了，从此杳无音信。乔治 ·D· 普林蒂斯说，男人是支配者，女人只不过是细枝末节。这话用来形容妻子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非常恰当。人们认为，婚姻对女方家庭来说是为了不再抚养她，摆脱一个负担，对男方家庭则是为了传宗接代。除非深究潜在的动机，人们对此都是闭口不谈。但是在中国，没有谁会对此心里不清楚。婚姻的这一目的，在较穷的阶层表现得更为突出。寡妇再嫁，人们会说，现在她不会饿死了。俗话说，再嫁再娶为了肚皮，没吃没喝拆灶散伙。灾荒年头，丈夫抛弃妻儿，任其乞讨或饿死，已是司空见惯。有很多家庭把儿媳妇赶回娘家，由娘家赡养，或最终饿死。他们说，你们的女儿你们自己养活吧。有时发给哺育婴儿和妇女的特殊救济粮会被男人吞吃，尽管这种事可能并不多，可总在发生。仅仅通过灾荒年头的现象评价一个民族，显然有失公允。然而，最重要的是，特殊的岁月常常是检验社会基本原则的试金石，与和平时期相比，可能会更加准确。在中国，卖妻卖儿并不只发生在灾荒年头，只不过这时人似乎忘记是在从事人口交易。了解真情的人都知道，早几年很多灾区买卖妇女儿童就像买卖牲口一样公开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不用赶到集市上去。1878年，大灾荒几乎席卷了整个东三省，并向南蔓延，买卖妇女随处可见，十分普遍。大量的妇女被运往内地，有的地方运输都出现了困难，甚至连一辆马车都顾不到。人贩子千方百计转运刚买到的妇女，把年轻的从灾区或人口过剩的地方运往因造反而人口减少
或多年娶妻困难的地区。令人感到悲哀的是，这一奇怪的交易对买卖双方可能都是最好的出路。尽管卖方妻离子散，天各一方，但买者与卖者毕竟都能活下去。在这里加一句，直到今天，铁链女事件得到妥善处理了吗？今天和清朝末年有着本质的区别吗？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我们说过，中国人之所以对病人熟视无睹，是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女人和孩子。天花在西方被当成可怕的灾祸，可中国人对它一点也不重视。尽管在中国经常有人染上这种病，而且几乎无人能逃，这也只是因为害天花的主要是孩子，因害这种病而双目失明的人十分普遍。中国人对婴儿生命价值的忽视程度令西方人难以想象。他们强烈反对毁坏人的尸体，但对婴儿的尸体经常不加掩埋。婴儿死了，人们都是说扔掉，用芦席松松地卷了，抛到荒野里，不久就被野狗吃掉了。有的地方还流行一种恐怖的习俗，把婴儿塞进乱坟岗的死人堆，以免鬼魂回家骚扰。我们感到天花可怕，中国人却不在乎，可他们对斑疹与伤寒的恐惧如同我们见了猩红热一般。一个人离家在外，得了上述7种任何一种病，都难以得到妥善的护理，甚至一点护理也得不到。向其他人请求帮助，得到的回答肯定是那病会传染。尽管伤寒多少有些传染，可在云南的一些山沟里，它可能是最令人胆寒的灾难。巴伯先生描述说，患者不久变得虚弱不堪，接着一连几个小时浑身疼痛难忍，随后神志不清，胡言乱语。患了这种病，10之8九性命不保。据当地人说，病人房间的各个角落都被鬼占据了，桌子和床在里面四处移动，发出声音，清楚地回答人们的提问。可是很少有人冒险进屋。传教士向我证实，大多数情况下，由于害怕传染，人们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，将病人丢弃不问。如果家里的老人患了这种病，最好的照顾就是把他挪进一间孤零零的小屋子，放上一碗水，锁上门。挂念他的亲人每天2次战战兢兢地从门缝往里看，用棍子捅捅病人，看他是不是还活着。中国人性情温和，在这样一个民族，每个家庭中肯定存在有爱行为，不过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。疾病与灾难尤其容易唤起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一面。在一家为中国人开的西方医院里，我们耳闻目睹了很多实例，不仅父母与子女、丈夫与妻子真诚相爱，就连陌生人之间也彼此爱护。一位中国母亲见到失去母亲的婴儿，很愿意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他，因为不忍心看着他饿死。除非有特殊的原因，没人愿意帮助别人。这是中国多重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。比如，一个聪慧的男孩经过考虑想去读书，即使他没机会入学堂，这也非常合乎情理。可他周围的很多读书人宁愿闲着无事，也不愿教他识字。他一流露出读书的愿望，就会招来无穷的嘲讽。这些人也曾经年累月地待在学堂里，他们似乎认为，这家伙凭什么走捷径？我们费了好多年时间，辛辛苦苦学来的东西，怎么能教他，让他很快学会呢？还是让他和我们一样请老师吧。尽管个别人可以自学，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学到知识，哪怕是最基本的识字也不可能。见人落水，请袖手旁观。所有在中国的西方人都对此大为震惊。几年前，一艘外国汽轮在扬子江上着火，岸上挤满了观望的中国人，但没有人营救落水的乘客与船员。最后，那些拼命游到岸边的人，很多都被抢劫一空，甚至身上的衣服也被剥去了，还有一些人被当场杀死。不久前，英国也曾发生沉船事件，但没有出现不营救的现象。我们应该将这些事比较来看。1892年秋天，英国一艘庞大的汽船在中国海岸搁浅，当地渔民和政府官员
都尽全力救助幸存者。不过，中国人对灾难麻木不仁，这是个普遍的事实，尤其离家在外。俗话说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。在中国旅行，人们普遍发现，沿途的人对陌生人缺乏友善与帮助。夏天遇到暴雨，无法继续旅行时，需要前进的人会发现，这时天公和人在合伙捉弄他。即使你走的路通向泥潭，也没有人会提醒你，你走入泥潭与附近修路的人无关。我们说过，中国人不重视公路建设，所有的路在任何时候都充满了深坑，旅行者一旦陷进去就难以自拔。这时周围立刻会聚满看热闹的人，他们都像一句成语所说的袖手旁观，直到答应给钱，旁观者中才会有一位站出来帮你一把。不仅如此，当地的居民还经常故意在难走的路上挖一个深坑，这样陷进去的旅客不得不花钱请他帮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人若不了解道路情况，最好不要听当地人的劝告，只管照直往前走。只要不能肯定所走的是一条绝路，就比接受他们的帮助要好得多。可是我们还听说过，一家外国人搬到中国内地的一个城市，受到了人们的热诚欢迎，邻居甚至主动借家具给他们，直到他们把家具备齐。类似的事情无疑还有，不过谁都明白，这只是例外。人们一般除了对新搬来的人感到好奇外，更多的是表示冷漠，就好像肥鹅注定会招来贪婪与阴沉的敌意，最终会被拔光羽毛。还没有听说过外国人遇到天灾人祸，中国人自愿帮忙的先例，当然也可能出现过。我们只听说曾有一些海员尝试从天津到烟台，从广州到汕头做陆上旅行时，自始至终没有人给过他们一碗饭，或留住一宿。在中国，将客死他乡的人运回家，途中住店非常困难，一般是住不成。我们曾听说，一位死者的兄弟因店主不让住店，不得不在街头过夜，请摆渡者将尸体运过河，也会被狠狠地敲一笔。我们还晓得，有些人为免引起怀疑，就把尸体层层包裹，再在外面扎上草席，使它看起来像一包货物。据说前几年的一个寒冬，山东潍县的一家店主因为怕几个快要冻僵的旅客死在店里，拒绝他们住店，结果这几位旅客真的就冻死街头。中国人作恶犯罪，很少有人告发，部分原因是没钱告状，另外也不愿意惹人注意。通奸案一般私下了结，插足者会遭到一大帮人的毒打。中国人相信人多势众，有时这个人的腿会被打折，有时是胳膊被打折，更多的情况是被用生石灰弄瞎双眼。笔者知道几个这方面的例子，这类事情一点也不罕见。有一位聪明的中国人，他不了解西方人的思想方式，当他听到外国人抗议这种极为残酷的做法时，毫不掩饰他的惊讶。他说，这种处理方法在中国已经是非常宽容的了，就像他自己仅仅是残废而已，否则早被杀死了。没想到受害者也是这么豁达和宽容。抱歉，实在没忍住。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为什么老师到我家吃饭，做嫂子的会对小叔子这样说？他已经离家多年，在外头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双眼被人用生石灰弄瞎了，这儿没地方让你住，硬的有刀，软的有绳，你只配要这些。这是那位无法医治的盲人偶然告诉我的。如果有希望，他还想获得一丝光明；若是没希望，他暗示说，无论硬的还是软的，都可以让他解除痛苦。我们很少听说过这类暴行的受害者告状成功过，对他们不利的证据已经压倒了一切，而且官员十之八九认为他们活该，罪有应得，甚至还应该加重惩罚。即便他打赢了官司，处境也不会有所改善，只会变得更糟。他的邻居会更加愤怒，那时他连命也难保了。在这里加一句，推荐一本书，书名是《
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。读完这本书，再回头看中国文化，就会发现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，也就是刚刚走出丛林的原始部落阶段。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中国人把人视为神圣的，但生活中很少重视人的价值、人的尊严。在中国，偷盗是最容易惹人愤怒的罪恶之一，因为人口众多，而且经常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，偷盗就被视为对社会的严重威胁，其危害仅次于谋杀。在一次救灾中，一位分发救济品的人发现一位妇女像疯狗一样被锁在石磨上，她是个盗窃狂，早已精神错乱。如果一个人被发现是小偷，或因某种原因被公众唾弃，他就可能在简单讯问后被公众处死。这和弗吉尼亚早些年治安维持会的做法没什么两样，有时用刀子刺死，更多是活埋。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吞金。其实这非常残酷，笔者认识4个人曾差点被这样处死，有2例是已经被捆上，有1例是坑已经挖好，后来由于族人中一些长者的干预，才没有被活埋。另有一个例子发生在笔者很熟悉的一个小村子里，一个年轻人偷东西，已经不可救药，人们也知道他神经不正常。他本家的一些人和他母亲商量了一下，就在村口的小河上砸了个冰窟窿，把他捆紧塞了进去。太平天国起义闹得最凶的那段日子，到处都很紧张，一张生面孔一旦有嫌疑就会被抓起来，遭到严厉的盘查。若不能交代清楚，使抓他的人满意，马上就会遭殃。在离盘查点几百码远的地方，文告上写着将近20年前发生的2件惨事。当时官吏们发现他们自己几乎无力执法，再发布了一个半官方的告示，让百姓捕捉所有的可疑人物。一次，村民们发现一个人骑着马向村子里走来，不像是本省的。盘问中，那人怎么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来历。接着又发现他的包裹中塞满了珠宝，这显然是偷来的。村民们就把他捆起来，挖坑活埋了。这时又看见一个人惊恐地从田野中跑过，有人猜测他可能是同伙，索性连他也一起活埋了。有时陌生人还被迫自己挖坑。在无法无天的时代，所有的人都会变得胆大妄为。一些老人回忆说，那时候像这类事数不胜数。1877年爆发了一场不可思议的简便运动，那时大半个帝国都被白色恐怖所笼罩，许多有嫌疑的人都被活埋了。当然，特殊情况下，任何民族都会产生这样的恐怖时期，我们也不能太苛求中国人。中国人缺乏同情，最突出的表现是残酷。他们一般认为中国的穆斯林比他们自己更残酷，尽管可能真的如此，但了解中国人的人肯定都认为对别人的痛苦漠然置之。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文明国家能与中国相比。就拿孩子来说，在家里他们几乎无拘无束，一旦开始上学，这个充满温情的天国就消失了。三字经是帝国最常用的启蒙教材。在这本书中有句话叫做教不严，师之情。老师的性情与学生的天资都会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态度，不过一般来说都非常严厉。我们曾见过一个刚被老师惩罚过的学生，那情形就像在街头打了一架，头破血流。老师让他掌握写应试文章的秘诀，他没做到，老师发火，学生挨骂更是常事。另外，不幸受罚的孩子还会遭到母亲的毒打。一位平时拿孩子出气的母亲，遇到特别刺激时，更会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孩子。中国人缺乏同情，还表现在他们的刑法制度中。根据帝国的法典，很难判断哪些刑罚合法，哪些刑罚不合法，因为有一些不符合法令条文的做法会得到社会习俗的认可与支持。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打板子的数目，他们常常高出法律规定数目10倍，有的多达100倍。这里
我们没机会公正地评价中国人对囚犯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。在像《中央王国》或者《胡克游记》这类有关中国的优秀著作中，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。《胡克游记》的作者提到，他曾亲眼看见一批囚犯手被钉在囚车上押往衙门，因为解差忘了带脚镣，囚犯没有钱来打通关节，平时就会受到蓄意的残酷折磨。中国人虽有心肠，却肯定没有慈悲。还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据吗？几年前，上海的报纸报道了一个案子，2个老囚犯向一个新囚犯索取孝敬费，结果地方官员判他们重打2-3千大板，又用铁锤敲碎了他们的脚踝骨。中国有这样的谚语，死不进监狱，活不进衙门。我们大概不会对此感到奇怪吧。韩银章先生，一位在美国学习法律的中国留学生，他曾在一家重要的宗教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，论述中国法治。前面在讨论中国人不紧不慢时已经引用过这篇文章。该文认为，中国人并不把自己的刑罚当成是残酷的，可我们对此不敢苟同。不能忘了，他们是中国人，他们的法律习俗也是中国人的。他们在个人权利方面不进行彻底改革，他们的刑罚也许永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。在道德力量有条件充分发挥作用之前，一定不能放弃物质力量。下面我们将引用1888年2月7日北京敌报遗文中的一段。据云南总督报告，该省的一些农村流行一种可怕的陋习，抓到偷粮食的人要活活烧死，同时还强迫他的亲人书面表示同意这种做法，并要亲自点火，以免日后归罪于他人。有时只不过折断庄稼的一个枝茎，有的出于怨恨，仅凭莫须有的罪名就把别人置于死地。乍一听，这种残酷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。他也曾助长了云南的叛乱，政府一直努力铲除这一恶习，至今仍未成功。福州附近的一个地区还有强迫寡妇自杀寻夫的恶习。几年前，当地的中国报纸曾做过详细的描述，乡里人先是逼迫寡妇自缢，然后焚烧尸体，并建造一座牌坊以彰其节。政府不断努力阻止这一残酷的做法，除了个别地方一时奏效外，基本上徒劳无功。中国需要的东西很多，政治家认为需要海军、陆军和兵工厂，友邦人士认为显然需要货币、铁路和科学指导。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帝国的境况，难道他最深切的需要不是多一些人类的同情心吗？他需要对孩子同情，尽管人类从前没发现他，可自从18世纪以来，他已经成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。他需要对妻子和母亲同情，这种同情自18世纪以来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，并深入人心。他需要把人当作人来同情，懂得仁慈之情有如天国的甘霖，既降临于祝福者，也降临于被祝福者。只有他才使人类最接近于上帝。塞内加称这种神圣的情感为智力的缺陷，但基督教培育的仁慈之花要一直等到开满全世界才会停止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读了缺乏同情这个部分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